这里是一家大型的蓝鳍金枪鱼养殖场，每一个巨大的网箱内饲养着数百条价格昂贵的蓝鳍金枪鱼，每天用于投喂的青鱼就已经多达3吨以上，因此需要投入的饲养成本非常巨大。而一条上百公斤的蓝鳍金枪鱼必须经过4年以上的喂养才能正式上市，所以一经上市最少得花10万 RMB 以上才能买到一条，即使卖出了天价，也没有使人望而却步，反而更加供不应求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饲养蓝鳍金枪鱼的过程。一辆装载着20吨青鱼的卡车，为了让还处在冷冻状态的青鱼能够马上进入冰库中冷藏，刚来到码头便开始卸货，并将20吨的青鱼吊入到货船上，每一板都重达1吨。而20吨蓝鳍金枪鱼饲料，它的价值就已经高达20万块，但这也只是足够3000条蓝鳍金枪鱼吃上1个星期。还处于冷冻状态的青鱼需要运往养殖场的冷库中进行存储，由于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够抵达那里，所以必须盖上保温毯，防止其加速解冻。而这里就是距离码头30海里外的金枪鱼养殖场。此时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坞便是用于存储青鱼的冷冻库，这里一天24小时都必须保持在冷冻低温状态。今天他们必须将刚到货的20吨金枪鱼饲料全部入库保存，工人每个星期都得进行1次高强度的搬运工作。饲养食量惊人的蓝鳍金枪鱼，1个月就得吃掉上百吨的青鱼，喂养成本高得吓人。此时当工人把到货的饲料全部入库之后，还要马上准备明天用于投喂的3吨青鱼，并且在投喂之前必须对其进行解冻，而这个过程需要持续1整天时间。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工人开始了1天的投喂和捕捉金枪鱼的工作。在将昨晚已经解冻的青鱼装上船之后，便开船前往不远处的金枪鱼养殖场。这里一共设有25只大型养殖网箱，同时饲养了3000多条蓝鳍金枪鱼，每一只网箱都深达40米，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就已经圈养了300条之多，而且网箱里面的蓝鳍金枪鱼全都重达200斤以上，随时都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。当渔船在靠近网箱之后，便开始进行投喂和捕捉。随即工人将一根专门用于捕捉蓝鳍金枪鱼的特制钓竿深入到网箱内，由于蓝鳍金枪鱼的体重超过200斤，必须用到高压电来将其击晕，才能轻松拉出水面，而且投喂和捕捉需要同步进行。青鱼是海中贵族蓝鳍金枪鱼的最爱，只有投喂这种大洋深处捕捉到的无污染鱼类，才能够确保金枪鱼拥有高品质的肉身。此时工人特地选择了一条体型较大的青鱼作为诱饵挂在鱼钩上，便开始往网箱里面抛投饲料。首先将水底下的成群蓝鳍金枪鱼吸引上水面进行抢食，1吨重的青鱼很快就会被抢食一空，它们的游泳速度最高可达160公里每小时，所以在抢食的过程中会表现得非常疯狂，而这也是捕捉到它们的最好时机。这时需要不断的在诱饵附近抛投青鱼来吸引金枪鱼抢食，工人必须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，在金枪鱼咬钩的同时就要拉扯鱼线。其实这个过程并不容易，而这次却由于拉得太快导致鱼钩脱了钩。金枪鱼其实非常聪明，并不容易将其捕捉到手，此时工人只好去到其他网箱内继续尝试捕捉，同样使用一条青鱼作为诱饵。而这次工人也变聪明了，先投放少量的青鱼将金枪鱼活跃起来，同时诱饵也在准备就绪。作为鱼绳的特制线缆，同时也是一根带电的电线，电门在手上随时都会被按下。经过几分钟的等待，终于有一条金枪鱼经不住诱惑咬了钩。与此同时，负责拉扯鱼绳的工人便马上快速反应，在确定鱼钩已经完全勾住鱼嘴的时候，随即马上按下电门。原来还在使劲挣扎的金枪鱼随即被电晕失去知觉，在趁其还处在短暂的昏迷状态之时，就得马上打捞上船。由于有着200斤以上的重量，3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将其从水中抬起，因此不得不借助起重机来帮忙。在把它吊上船之后，此时还处在昏迷状态的金枪鱼需要马上进行宰杀。首先在身体上打上几个洞，随即往体内灌水来加速清除体内的血液，同时在头部的正中间继续打上1个孔，再往里面塞入1根铁丝来戳它的要害部位，让金枪鱼快速死亡，从而减轻它的痛苦。这时才开始取出内脏等器官，除了鱼鳃不可以食用之外，其他都需要打包给顾客。通过测量，养了4年的蓝鳍金枪鱼已经长到了1.86米，去除内脏之后重量也已经超过了200斤。宰杀完第一时间就要放进冰块中进行冷藏保存，尽可能保证肉质的新鲜。有了冰块还是不够的，为了避免太阳直晒，还需要盖上被子。相同的方法继续使用在另外一条金枪鱼身上。有了第1次捕捉经验，一下便将金枪鱼给吊了起来。人工养殖的蓝鳍金枪鱼通常比野生的金枪鱼体重会增加不少，
并且肉质更佳。在饲养过程中，除了投喂，青鱼并不会再使用其他饲料进行喂养，而这样圈养出来的蓝鳍金枪鱼肉质才会更加的清甜柔软不油腻。而每天定时定量投喂3000多条蓝鳍金枪鱼，最少需要6个时辰，完成投喂工作便已经是傍晚时分。第二天一早，工人便需要将捕捉到的蓝鳍金枪鱼进行打包出售，寄送给提前预定的买家。4条人工饲养的蓝鳍金枪鱼就已经价值50万。那么大家有吃过人工饲养的金枪鱼吗？它的味道怎么样？